那么今年同一个 NBA 夏天，两支球队正在做完全相反的选择。达拉斯压住未来，迈阿密赌现在。今天 NBA 有两条新闻，一边是 Dallas Mavericks， 他们正在一点一点把过去那个争冠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拆掉。卢卡早就走了， Anthony Davis 也已经离开， Klay Thompson 刚刚完成买断， Nico Harrison 时代留下的管理层人员也还在继续离开。可是现在所有人的眼睛突然又看向了一个名字 Kyrie Irving， 而另一边是 Miami Heat， 他们干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 Giannis 来了， Bam 还在， Andrew Wiggins 还在，现在连刚刚离开 Dallas 的 Klay Thompson 也去了迈阿密。结果最有意思的事情正在发生，迈阿密把阵容堆成这样以后， ESPN 最新的东部冠军预测里面，他们居然依然没有进入主要得票球队的名单。所以 Dallas 的 Kyrie 到底会不会被交易？迈阿密到底是不是东部第一？在此之上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一支球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到底应该压住未来还是赌现在？现在的达拉斯和迈阿密正好给我们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我们先从达拉斯开始。今天凌晨一条非常值得注意的消息，达拉斯这个夏天一直拒绝其他球队对 Kyrie 的兴趣，但联盟里仍然有球队在继续关注他的情况，而且这些球队正在怀疑达拉斯真的会一直坚持不卖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只要看看达拉斯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为什么没人敢完全相信他们所谓的不会交易。卢卡 Doncic 可以走， Anthony Davis 后来也走了， Klay 刚刚也买断离开，还有 Nico Harrison 时期留下的2名管理层成员，早在这个月已经跟球队分道扬镳。也就是说，现在的达拉斯越来越不像以前的达拉斯了。这支球队正在非常明显的进入 Masai Ujiri 和 Cooper Flag 的时代，所以其他球队真正赌的不是达拉斯现在想卖 Kyrie， 而是达拉斯现在不想卖，但3个月以后呢？偏偏就在今天又出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信息， Michael Porter Jr. 刚刚最近和 Kyrie 一起打球，根据 MPJ 自己的描述，他看到 Kyrie 现在的移动状态之后非常惊讶。Kyrie 已经34岁，又经历了漫长的 ACL 恢复，可是至少从 MPJ 这次亲自跟他打球的观察来看，他的移动和突破状态非常不错。当然，这不能证明 Kyrie 已经100%恢复到 NBA 比赛强度，训练场不是 NBA， 更不是季后赛，但他至少回答了大家之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Kyrie 还能不能移动？目前出现的第一个比较强烈的第一手反馈是正面的，而这一下达拉斯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如果 Kyrie 已经彻底不行了，那事情很简单，你就进入重建。可是如果那个34岁的 Kyrie 回来以后，仍然能够接近受伤之前那个水平呢？别忘了，在他受伤之前最后一个完整阶段，依然可以场均得到接近25分，3分命中率超过 40%，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将，这是一个如果健康仍然可以在半场进攻里面改变比赛的人。所以达拉斯真正要回答的问题，19岁的 Flag为什么需要34岁的 Kyrie？ Cooper Flag 现在19岁， Kyrie 34岁，两个人整整差了15年。从传统重建的逻辑来看，这2条时间线怎么看都不一样。 Flag 真正的巅峰可能在5年后、7年后，甚至10年后，到了那个时候 Kyrie 几岁？所以交易派的逻辑非常简单，既然达拉斯已经决定未来围绕 Flag， 那么为什么不趁 Kyrie 现在还有明星的价值，把他换成年轻球员和未来选秀的资产呢？听起来很合理，可是另外一边同样合理。一个19岁的年轻核心真正需要的，难道全部都是另外几个19岁、20岁的年轻人吗？不一定。有时候一个年轻球星成长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个真正懂得怎么打关键球，怎么控制比赛，怎么处理季后赛半场进攻的老将。而 Kyrie 刚好拥有这些东西，他拿过冠军，打过总决赛，经历过几乎所有类型的更衣室环境。而且他的打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Kyrie 不需要每次进攻都控制篮球，他理论上完全可以让 Flag 拥有成长空间，同时自己承担比赛最后5分钟最难处理的进攻。所以我们发现，留下 Kyrie 有篮球逻辑，交易 Kyrie 同样有篮球逻辑。真正的矛盾从来不是 Kyrie 到底够不够好，而是达拉斯到底认为自己距离赢球还有几年。还有一个今天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Phil Handy 也已经离开达拉斯，而他跟 Kyrie 不是刚刚认识，早在 Cleveland 的时代， Handy 就长期参与 Kyrie 的球员发展训练，两个人一起经历过那支冠军骑士队。所以今天 Handy 离开以后，自然有人把这个变化和 Kyrie 的未来联系起来。
但这里还是要强调 Handy 离队是真的，但并不意味着 Kyrie 一定会走。我们能看到旧管理层的人越来越少，旧阵容的人越来越少，球队最重要的资产变成19岁的 Flag， 唯独34岁的 Kyrie 还在这里。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其他球队一直在等，他们等的不是今天的达拉斯，他们是在等达拉斯什么时候改变答案。达拉斯正在慢慢的离开以前那个立刻争冠的时间线，而这个变化里面一个非常具体的名字就是 Klay Thompson。 Klay 和达拉斯完成买断之后，现在已经正式去了迈阿密，2年1150万美元。同一个 Klay Thompson 在达拉斯，他代表的是一个正在被逐渐结束的时代，可是到了迈阿密，他突然又变成了另外一支球队争冠拼图的一部分。我们看看现在的迈阿密 Giannis Antetokounmpo、Bam Adebayo、Andrew Wiggins、Klay Thompson 还有 Bobby Portis， 单纯把这些名字念出来，你第一感觉是什么？至少应该是东部最值得讨论的冠军球队之一，对吧？结果 ESPN 最新的东部预测出来以后非常有意思， New York Knicks 获得最多支持， Philadelphia 紧随其后， Boston、Detroit、Indiana、Cleveland 也进入了主要名单，可是迈阿密没有进入这6支主要得票球队。 Giannis 领军的 Heat 没有被列出来，这很有意思，因为迈阿密刚刚干了一件过去20几年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Pat Riley 又弄来了一个超级巨星，以前是 Shaquille O'Neal， 后来是 LeBron James， 现在是 Giannis。 迈阿密为了得到 Giannis 付出的筹码一点都不少， Tyler Hero 走了， Claire Ware 走了， Hyman Hawks Jr. 走了， Kasparis Yakuchonis 走了，还有多个首轮和选秀资产。这根本不是一次试试看，而是迈阿密把桌子上的筹码往前一推，我们就要现在赢。可为什么 ESPN 还是不信呢？他们担心的东西其实也有篮球的逻辑。第一个问题，空间。 Giannis 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往篮下冲。 Bam 最强的进攻区域主要在哪儿？同样不是站在3分线外大量投篮。所以 Giannis 和 Bam 同时在场的时候，你外围到底摆谁非常重要。这就是 Klay 的意义。 Klay 现在已经36岁，他上赛季场均只有 11.7 分，当然已经不是那个巅峰时期攻防一体的 Klay Thompson。 迈阿密也不需要假装他还是，真正需要的是对手敢不敢放掉 Klay。 只要防守球员看到 Klay 站在弱侧，仍然不敢随便收缩到 Giannis 面前，那么他的价值就已经存在。这支迈阿密并不需要 Klay 每场25分，他们可能只需要他在一个季后赛系列赛里，让对面的防守不能肆无忌惮地把5个人全部缩到禁区内，这完全是2个概念。第二个问题，年龄。 Klay 36岁， Giannis 31岁， Bam 正处于巅峰年龄。这不是 Dallas Flag 那种我们5年以后再看的球队，迈阿密明显是在说我们的窗口就是现在，所以他们选择了承担老将下滑的风险。所以这个思路跟 Dallas 放在一起看，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Dallas 手上有34岁的 Kyrie， 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和19岁的 Flag 时间线是不是不一样。迈阿密看到36岁的 Klay 却说时间线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就要现在赢。这就是2支球队完全不同的答案。就在 ESPN 不太看好迈阿密的时候，前 NBA 球员 Jeff Teague 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的观点很直接， Klay 加入以后，他已经很愿意看好迈阿密，而不是 Philadelphia。 而且 Teague 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假设，如果未来 Jrue Holiday 真的被买断，又跑去了迈阿密，那他认为 Miami Heat 甚至可以直接跟 Knicks 竞争东部第1档球队。但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Teague 说的是如果，目前没有消息显示 Portland 准备买断 Jrue， 但是 Teague 这个观点本身很有价值，它代表现在关于迈阿密最明显的2派，一派看着阵容名字 Giannis、Bam、Klay、Wiggins、Portis， 然后说这怎么可能不是东部顶级球队呢？另外一边看看阵容结构空间够不够， Klay 还能剩多少，大量新球员要不要磨合， Giannis 和 Bam 的半场进攻怎么搭，然后说这些名字很漂亮，不代表阵容一定自动兼容。两边其实都很有道理，所以我反而觉得 ESPN 这次不看好迈阿密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现在 Heat 终于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任务，证明他们到底只是休赛期冠军，还是一支真正的 NBA 争冠球队。所以达拉斯和迈阿密他们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但是没有哪一个答案天然正确。达拉斯如果现在把所有老将全部清掉，会发生什么？你拥有未来，拥有更多年轻人，拥有更多选秀资产，可是 Flag 可能要经历好几年非常痛苦的成长过程。
在 NBA 的历史上，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年轻天才在输球的环境里面学会刷数据，却没有学会赢球。所以 Kyrie 存在的意义也许不只是24分，而是告诉一个19岁的超级新星，最后2分钟应该怎么打，季后赛别人包夹你以后怎么办，一场比赛连续投丢5个球之后，第6个球还敢不敢出手，这些东西很难用一个首轮签衡量。但另外一边，如果你把 Kyrie 留下3年，然后达拉斯还是没有进入争冠窗口呢？到那个时候他37岁，你今天本来可能换到的资产还能不能换到？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 Ujiri 真正困难的不是决定 Kyrie 好不好，所有人都知道健康的 Kyrie 很好，真正困难的是你愿意为了 Flag 的成长付出多少未来资产的机会成本。而在迈阿密，问题刚好倒过来，他们已经明确告诉所有人，未来的资产以后再说吧，年轻球员为了 Giannis 可以送掉，克雷36岁，只要还能帮助我们赢季后赛，我现在就要。他们赌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NBA 冠军窗口从来不会等你。 Giannis 现在还是超级巨星， Bam 现在就在巅峰， Spoelstra 现在还在， Pat Riley 现在还在，那为什么不赌？你永远可以5年以后重新开始，但是你不能5年以后再找回来31岁的 Giannis。 所以老 K 觉得今天 ESPN 没有把迈阿密排进主要东部冠军名单，反而让这支球队更值得看。因为现在所有压力都来了，如果迈阿密真的打进总决赛甚至夺冠，大家回头会说 ESPN 怎么会漏掉这样一支球队呢？但是如果迈阿密最后空间完全打不开， Clay 明显老化，新阵容磨合失败，那大家又会说专家们其实早就看到了问题，这2种结果之间没有多少中间地带。所以结合达拉斯和迈阿密，每一支想夺冠的 NBA 球队最后都逃不过同一个决定，你究竟什么时候愿意为了一个冠军停止考虑未来？你到底更愿意成为现在的达拉斯，忍住诱惑为未来留下更多的筹码呢？还是成为现在的迈阿密，冠军窗口就在眼前，那就把所有的筹码全部压进去。好的，这里是老 K NBA 一个有温度的篮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